Hello， 大家好，我是建哥。水冷这个行业这2年是异常的卷。以前买个水冷都要动辄上千，现在几百块钱的水冷，不仅性能上完胜上千块的水冷，而且外观还整得花里胡哨，各种的屏幕，大家不由感慨，哎呀，这个国产品牌都是卷王。但是随着使用时间的推长呢，慢慢消费者也会发现，一些高性价比的水冷背后呢，也是有些代价的。水冷性能的衰减甚至完全损坏的概率是越来越高俗称一根管子热，一根管子冷。大家对于水冷的要求也从于绝对的性能转向更多维度的考量。那今天呢，我们就带来这样一款水冷，来自泰坦的 LA300。那一边测试呢，一边和大家聊聊我对水冷的一些看法吧。那最早见到 LA300呢，是在今年的 BW 上。那泰坦在水冷头上呢，做了一个小海景房的模型，在一众冷头都是大屏幕甚至曲面屏的环境下呢，非屏幕的这个设计倒有几分新意。小海景房呢是支持 ARGB 的，小主板和小风扇一闪一闪的其实也有种别样的美感。小海景房的机箱呢，就是冷头的顶盖，卡扣固定呢就可以直接取下。顶盖呢是玻璃盖而不是亚克力的，所以视觉效果呢非常不错。机箱里呢再去套一个机箱这是哪个设计师想出来的有趣设计？大家觉得这个设计怎么样呢？ LA300 的冷排厚度为29毫米，风扇采用了泰坦的 SJF080 风扇适和 A080、A090 的风扇一样的，是30毫米的后排风扇，最大的转速为2500转，官标的噪音是35分贝属于比较安静的风扇。这里需要说一下带风扇的版本是京东专供的非京东渠道买到的是不带风扇的 SE 版本。因为装机的话呢，有一些用户会自己选择别的风扇去更换，那不带风扇会更加节约成本。相应的话 SE 版本就会配备25毫米和30毫米2种风扇规格的螺丝。但是我觉得这个价位的水冷，绝大多数用户还是会直接选择水冷自带的风扇。非京东平台售卖其实大部分的店家也还是会选择 SE 无风扇的版本，再去送你3个风扇。带风扇的版本568元，不带风扇的版本499元。而风扇的转速、风量、噪音其实也是影响水冷使用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泰坦的 F080 风扇呢，其实是这个价格不贵性能不差、噪音不吵的一个不错选择唯一会被说的就是这个30毫米的后排风扇在一些紧凑机箱里的兼容性能会差一些。水冷本身预涂了 TGB300 硅脂，那泰坦官方对于这个硅脂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也是将硅脂单独1克装售卖16.9元。现在简单测试一下，比如说酷睿 Ultra CPU 实在是没有什么普及度，所以说英特尔平台我们仍然沿用了 i9-1490KF 去搭配微星的 Z790 Edge Type 主板，控制295瓦和英特尔默认设置253瓦2个档位，其余设置打在屏幕上。AMD 平台呢选择了 R99950X3D， 另外呢还增加了一颗 980X3D。那我们测试的2组的烤机场景分别是 PBU Auto 和 PBU 手动，那搭配微星的 X8701 Edge Type， 电源使用了海运10年保的 Focus GX1000 V4 版本，其余的配置就打在屏幕上面。开放平台测试室温26度，测试呢距离开放平台30厘米处的人为噪音。那在英特尔平台这边呢，面对295瓦的 1490KF 呢 ，LA300呢把 CPU 压制到了90度，将 CPU 的功耗限制到了英特尔默认的253瓦之后呢 ，CPU 的温度则是下降到了81度。在 AMD 平台这边呢，面对235瓦的9950X3D， 泰坦 LA300呢则是交出了90.6度的答卷，并且满带噪音呢也控制在了55.9分贝。而面对 980X3D 呢，那这颗 CPU 呢毕竟是单 CCD 的 CPU， 功耗方面呢比起 9950X3D 呢就低了很多。在 PBU Auto 的情况下呢，那这颗 980X3D 的烤机的最终稳定在了137瓦，87.4度。不过正常我们在使用 AMD 的 CPU 呢，尤其是可超频的 X3D CPU 时呢，都会对 PBU 进行一些调整。我们这里呢就对 CPU 进行了微调 ，PBU 调整为高级。Scala 调整为10倍，频率上调为150兆赫兹，并且使用了 Curve Optimizer 的调整幅度为15的降压。整体的参数设置呢还是比较保守的。调整过后的 CPU 的烤机结果如图，那功耗略微降低到了136瓦，不过温度会降低到了85.2度。泰坦这个 LA300在烤机阶段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应该说是在噪音和性能上都达到了很好的平衡。好，进一步说一说我个人对水冷看法。其实这几年 CPU 功耗的上涨，让不少人对于散热器都有了不少的焦虑。
水冷厂家能提升1-2度的温度啊，都是一个不小的宣传卖点。但实际上，大部分用户的使用场景是远远达不到单靠 FPU 的强度。而且在测试中呢，为了去测试出散热器的差异呢，我们都尽量会选择功耗比较大的 CPU 啊，比如 AMD 平台基本会去优先选择9950X3D。而这个其实打游戏的选择并不多，由于说双 CCD 的调度问题不少，很多游戏的表现还不如980X3D，那大部分用户还是会选择980X3D 更方便一些。那既然泰坦这款 LA300是针对 X3D 的 CPU 进行过特调的，那么我们就在这里搭配980X3D 去实际测几个游戏看看这款 LA300的游戏表现究竟如何。首先是 CS2，那经过 PPU 调整之后呢，我们这颗980X3D 配合 LA300的压制啊，在游戏里面温度啊是非常凉爽的。那即使将游戏调整为 1080P 中画质 ，CPU 压力也是不高的。那测试的创意工坊的 Benchmark 里面呢，这颗980X3D 在 LA300的压制下的温度仅在50度左右波动，功耗也仅仅60瓦左右。反倒是显卡压力要高得多啊！这档5070跑步过程中的功耗都在150到170瓦波动。下面是最近火热的大战场游戏《战地6》啊，这个游戏的参与玩家众多，特效也很复杂，所以说 CPU 压力相对于 CS2 来说啊就要高不少啊。但是 LA300还是把这颗980X3D 压到了比较凉快的水平。CPU 温度在一局突破游戏过程中基本都是在60左右波动啊，频率在多数时间内都能稳定在5.4G， 功耗呢则是基本维持在80瓦以上。同时呢，显卡的压力也要比 CS2 高很多啊，这张5070功耗基本就在200瓦以上了。不过温度倒是很凉快，仅50度左右。下面一款游戏啊是赛博朋克2077，那这款游戏也是典型的3A 负载了，就是 CPU 的压力低，显卡压力高啊。我们将游戏调整为2K 分辨率。光追超级预设，并且启用了2倍真生成 ，CPU 的功耗呢只是偶尔去飙到70瓦，大部分的时候呢都在50到60瓦波动，所以说温度也只是稳定在50左右。相比下呢，显卡的功耗就比较高了，稳定在220瓦左右，那符合我们对于3A 游戏的预期。接下来看一看三角洲行动啊，一整局的大战场模式下来呢，这颗980X3D 的温度呢还不到60度，显卡的温度呢也很凉快，基本稳定在65度附近。像这种 CPU 温度也就是60度不到的情况下呢，如果说水冷的风扇噪音相对小一些的话，那水冷的质量更好的话，能用稳定的5-6年原笔烤鸡时去低个几度，却以较大的噪音或者较高的故障率为代价，要划算的。当然，上面这些游戏的测试对于 CPU 压力都不算特别高，那么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能真的把这颗980X3D 去推到极致的呢？有的兄弟，有的，就有请我的世界遥远的地平线 mod 登场。这个 mod 在进入一个新的世界中呢，会把 CPU 去推满啊，提前加载玩家还没有探索的区块啊，对于 CPU 压力那就是1等1的高了。我们实测在创建一个正常的生存世界之后呢，在 mod 压力下呢，这个980X3D 全程基本都顶满了130瓦。不过即使在连续运行了10分钟之后呢 ，LA300依然将980X3D 稳定压制在了75度。在城市天气信号中呢，也出现了类似的场景。我们请出了 Beta UP 主里面自己复刻的100万人口的存档，那光是进入游戏啊，就已经把 CPU 的功耗推到了115瓦以上。不过 LA300 在这种情况下呢，依然是游刃有余。这颗980X3D 的温度啊，都只有在70左右的波动。这两个其实都已经是很极端的游戏场景了。那可见 LA300 对于980X3D 这种 CPU 呢，还是绰绰有余的。泰坦啊，虽然是近几年刚入局的水冷厂家，但是背靠代工厂立讯的，算是新人，也算是老人。对于产品生产的品质啊，有着行业内多年执行的一套标准。它不会去追求不太稳定的极致性能表现，而是稳扎稳打，一点一点踏踏实实的去做产品。当然，发展过程中呢，也会遇到一些磕碰，那产品也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我看到啊，都是很积极的情况去面对，有问题就解决，不逃避，不回避。当我以为国产水冷已经卷不动的时候呢，泰坦就按照自己的节奏，从走性价比的 A080 到 A090，再到旗舰的 LG700、LX800，再到终端的LG600啊，一步一步的扩大市场。特别这次的 LA300整出的这个微海景房的设计啊，我非常喜欢。不用装复杂且 bug 一堆的那些屏幕控制软件啊，我说的不是蘑菇友商，而是整个行业都是 bug 满天飞的控制软件。那直接 ARGB 去控制，倒也是一种简约的美。568元的产品也是6年质保，支持个人送保。虽然说质保时间不能直接和产品的质量划等号，但是总归让消费者去多几年保修没有坏处。我也使用了不少的泰坦的水冷，说实话，目前遇到的售后啊，其实都是屏幕问题。水冷和风扇本体还没有遇到过售后。我们装机使用的23年、24年的产品，现在也并没有发生冷头堵塞或者性能衰减的情况。当然，这个还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装机量去观察。泰坦目前给我的感觉啊是很不错的。如果你最近在考虑需要用一个什么水冷啊，觉得带屏幕的水冷似乎有些厌倦了啊，不妨看一看泰坦 LA300的微海景房水冷哈。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不知道你如何看待泰坦的 LA300微海景房水冷呢？欢迎留弹幕跟我们交流。有观众别忘记点赞、点赞，因为我们是全 YouTube
我们简单的分享，如果想了解更多这样资讯的话，可以关注我们新公众号“传播 4O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可以让淘店铺传购的数码，也传给我，我们下见，拜拜。